你看看，你看看，盐碱地的诬告犯，为了诈骗丈夫的钱财，竟不惜谋害爱心妈妈的孩子。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起发生在上海、极其离奇且充满讽刺意味的婚外胚胎案。这件事不仅戳破了盐碱地诬告犯的真面目，更把盐碱地官府对男性生育权的剥夺与压榨、诬告犯的无耻与贪婪，赤裸裸地摆到了台面上。大家好，我是拒绝盐碱地无照卖逼，跑到美国去代孕了15个孩子的中年立功。案情的基本逻辑非常简单，但也极其荒谬。一个无照卖逼的中国诬告犯收了钱不办事，丈夫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为了延续自己的后代，找了一位爱心妈妈。然而，在盐碱地这片土地上，荒诞的法律只保护诬告犯，不保护爱心妈妈。这个男人为了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不得不伪造了离婚证和结婚证，欺诈了上海的医院，才成功通过医疗手段做出了胚胎。但接下来的发展更加离奇，这个无照卖逼的诬告犯在发现这件事之后，不仅没有为自己的欺诈和收钱不办事感到羞耻，反而直接拿出那张骗来的结婚证，向医院施压，要求杀死爱心妈妈的全部孩子。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逻辑有多么恐怖！一个完全没有爱情，靠着欺诈手段骗取结婚证，收了财物却不履行任何责任的无照卖逼诬告犯，仅仅凭着官府发给他的一张纸，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理直气壮地去杀害10几个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基因上没有半点关系，法律上更没有。我希望你能帮忙转发本视频，即便不认同本频道观点，转发本视频对你也有好处。你想啊，那些拿得起3万美金去美国代孕孩子的，只要戳破结婚生的孩子更健康的诈骗，他们不就直接去美国代孕了吗？当这些人不再考虑诬告犯的时候，盐碱地的诬告犯不也得降价吗？我想请各位先留下评论，你支持诬告犯还是那个爱心妈妈？等看完本视频后再决定是否修改。我看到这个案子，心里只有深深的惋惜。如果这个男人当初能像我一样，直接把钱带去美国合法代孕，怎么会让这帮无照卖逼的诬告犯掌握杀害他孩子的权利？只可惜，因为他不知道，无照卖逼和限制生育只是盐碱地的荒唐规则，结果让孩子无法得到正规国家法律的保护。要知道，除了中国，这全都是合法权利。在国外正规法律下，我指的是中国以外，哪怕是阿富汗和伊朗那种国家，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无照卖逼的诬告犯靠着一张结婚证就有资格、有特权要求杀死爱心妈妈的孩子。在任何正常、正规的法律里，结婚证代表的只是夫妻之间的身份与财产契，绝对不能延伸到对他人血脉、对第三方生命的杀害权与处置权。基因上没有半点关系，法律上更没有半点许可。可是在这片盐碱地，体制为了把男性死死绑在房产与彩礼的战车上，为了源源不断的榨取土地出让金，竟硬生生赋予了这些无照卖逼的诬告犯这种凌驾于人权与常理之上的杀生特权。别跟我说什么诬告犯手里有结婚证，在任何正常的价值观下，没有爱情的结合就不配叫婚姻。在上海这起胚胎案里，那个诬告犯有1毛钱的爱情吗？无非就是诈骗男人领取结婚证，本质上就是诈骗，本质上就是无照卖逼。在任何一个正规国家，这里甚至包括阿富汗和伊朗那些国家，流程非常清晰且合法。男人委托正规中介，爱心妈妈基于自愿签署协议，医疗机构通过现代技术把孩子生出来，整个过程权责分明，爱心妈妈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没有任何人可以凭借所谓的婚姻关系去勒索或者销毁别人的胚胎。可是在盐碱地呢，这套荒唐透顶的法律不仅死死堵死这条正规路径，更是展现出了令人发指的双重标准。他们用尽全力去保护那些无照卖逼的诬告犯，保障他们利用婚姻诈骗钱财的既得利益，却绝对不保护真正付出健康与劳动、遵守契约精神的爱心妈妈。为什么？因为爱心妈妈展现的是现代文明的契约精神，给中国男性提供了一条不需要购买高价房，不需要支付天价彩礼就能延续后代的希望之路。这是国家机器绝不能容忍的。这个案子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新闻，它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透过这个案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国家机器是如何与这些无照卖逼的诬告犯形成一种默契，共同完成对中国男性的深度压榨。答案非常残忍，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机器要维持它的土地财政，
要赚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如果中国男性可以通过爱心妈妈合法拥有自己的后代，不再去给无照卖逼的诬告犯接盘，那这套庞大的土地盘剥链条还怎么运转？正因为盐碱地这帮诬告犯的存在，才给官府递上了一套榨干中国男性劳动力与财富的完美工具。表面上看，是这帮无照卖逼的诬告犯拿走了天价彩礼和房产，但在这台庞大压榨机器的背后，真正吞下最大一口肥肉的，却是官府高高在上的土地出让金。我当然不是在为诬告犯洗白，说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一点都不无辜，他们与体制深度合谋，肆意污蔑和抹黑爱心妈妈，共同诈骗全国男性的财富。他们与官府一起制造了一个极其荒诞的洗脑包，打压一切合法的单身生育与代孕，强行向大众灌输，仿佛只有盖了官府公章，靠着一张结婚证生出来的孩子才是唯一合法的完美小孩。这本质上就是诈骗钱财、无照卖逼。我们必须看清一个最根本的本质：基于契约的合法代孕与基于欺诈的无照卖逼有着天壤之别。本频道自始至终坚决支持合法代孕，坚决反对无照卖逼。我们认为，真正的婚姻必须建立在纯粹的爱情和相互尊重之上。只要没有登记为妓女，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没有政府的强制监管，不论任何名义搞金钱交易，无论政府有没有发放那张结婚证，本质上统统都是无照卖逼。在正规国家，代孕是一项基于契约与法律保障的现代医疗辅助手段。爱心妈妈在签署协议时，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拿到合理的补偿，同时高度尊重委托人的遗传物质和生育选择。这种关系建立在高度的契约精神和法律规范之上，双方互不相欠，互不伤害。反观盐碱地的现状，那些本来没有爱情，单纯就是诈骗男人领证、勒索巨额钱财的诬告犯，其行为根本不是什么婚姻，就是无照卖逼，根本就是诈骗。在上海这起胚胎案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那个诬告犯没有任何生物学或者道德上的合理性去销毁那个胚胎，但是他却要用费尽心机给男人施加最大的伤害。这充分说明，在这个环境下，所谓的婚姻制度早已沦为无照卖逼者合法的勒索工具，沦为国家机器剥削中国男性的制度化套索。面对这种结构性的深度压榨，中国男性唯一的出路是什么？难道是继续去适应这套不公平的黑心规则，继续去给无照卖逼的诬告犯送天价彩礼、买高价房吗？本频道建立的初衷就是出于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始终呼吁所有的男性，无论是在盐碱地还是在台湾，彻底拒绝无照卖逼的诬告犯，彻底拒绝成为土地出让金和畸形婚姻制度的接盘侠。我知道，这时候肯定有人会出来劝我，哎呀，中国女人也不全都是那样的，别跟我这儿套近乎。我当年开血汗工厂的时候，抓到一个河南工人偷厂里的电线，我转头就把跟这个工人平时来往密切的所有员工，统统全部开除，一个不留。为什么？因为不是一类人，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夜壶里，风险太高，信任成本太贵。我根本没那个功夫跟你在垃圾堆里区分什么好人和坏人。我们今天必须树立一个最极其明确、绝不妥协的态度。中国可以没有中国女人，但中国男性绝不能没有自己的觉醒与尊严。如果你想要后代，如果你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传承与血脉，请把你的资源、你的财富拿出来，彻底离开这片盐碱地，去国外寻找合法、正规的代孕服务。在真正的法治国家，用法律和契约保护你作为父亲的合法权益，让你的孩子在一个尊重契约、保护个人财产与人权的社会里出生和成长。当男性不再盲目为畸形的婚姻买单，当男性学会用脚投票，将财富与资源转移到海外正规的代孕体系中时，这套依靠压榨男性维持的丑陋利益链条才会真正彻底崩塌，拒绝被剥削。从看清盐碱地和台湾婚姻的诈骗本质开始，拥抱自由与后代的希望，从走向海外合法代孕开始。如果你不想被诬告犯诈骗钱财，请立刻点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即便你对盐碱地有特别的感情，转发这个视频对你也没有坏处。你想啊，那些拿得起3万美金去美国代孕孩子的，只要戳破结婚生的孩子更健康的诈骗，他们不就直接去美国代孕了吗？当这些人不再考虑诬告犯的时候，你们的竞争压力不也减小了吗？击碎枷锁，我们一起破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